1950年，天才数学家艾伦·图灵在《麦》的杂志上发表了可能是迄今为止计算机 AI 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计算机器与智能》。开篇第一句是：“我想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机器它能思考吗？”然后他自己就把这个问题给否了，说它太没有意义，不值得讨论，转而用一个叫模仿游戏的实验方案取而代之。这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图灵测试。人工智能这门学问的鼻祖，在发明了怎么判断机器会不会思考的第一版标准之后，倒是认为机器到底能不能思考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完全是聊会思考的 AI 会怎么消灭人类，这种话题已经汗牛充栋了。今天我想从此出发，聊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什么样的变化才能真正促成 AI 灭世，或者 AI 飞升成人？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那 AI 焦虑这件事其实比 ChatGPT 呀、Claude 呀或者 DeepSeek 这些要早得多。一些粉丝可能记得，我硕士所在的研究室是搞离散数学的。早在1964年，我们离散数学业界的大佬、控制论的祖师爷罗伯特·维纳就出版了《上帝与哥雷姆公司》。所谓哥雷姆，是犹太传说里用凝结出来的人造生命，主人念一串希伯来字母，他就会动起来替你干活，一旦失控，他就会反过来把主人撕碎。维纳在书中就说，这将是现代计算机的原型。这本书里多次重复了一个完蛋梗的句子：凯撒之物归凯撒，计算机之物归计算机。大佬的意思是，人不应该把道德权责下放给机器，也不应该一厢情愿地往机器身上导入人性，甚至可能获得了人性之后，机器会认为这是造物主给他的诅咒。总之，这本书在 AI 伦理方面非常有先见，在一台电脑还要占据半栋楼的年代，就已经把今天硅谷关于 AI 伦理的所有争吵预言了个七七八八。这显然说明 AI 伦理这个学科60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新内容，全靠我们这些后辈每隔几年就换着花样把同一波观点重新拿出来震惊大众一次。而今60年过去了，在我眼里，大众对于 AI 末日的想象基本还停留在3个经典的好莱坞故事里。第一种是天网模式，也就是终结者中那种 AI 掌握了核按钮，二话不说就把人类连锅端了的方式。第二种是监护模式，也就是我机器人中那种 AI 推演了半天，得出结论说保护人类的最优解就是把人类圈养起来的方式。第三种脑控模式理论上最文明，也就是机器机里那种机器人学会了微笑和谎言，绕着人类情感一通操作，最后把创造它的人永远隔离起来的模式。这3种模式看起来段位越来越高，但是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AI 必须先产生自我意识。而我的观点和图灵以及维纳2位很久以前的大佬一致，认为这个前提不存在， AI 要发威根本就不需要先拥有自我意识。现在至少就有2种更简单更快捷的 AI 毁灭人类文明的路径，也是现在硅谷精英们最担心的2条路径。一个是经典的 AI 目标错配，或者叫回形针最大化器，也就是你给了 AI 一个看起来没有毛病的指令，它按照字面意思一路执行下去，但结果是毁灭性的。你让它赢下这盘棋，它可能认为比赛之前一发核弹把对方 AI 所在的城市摧毁了才是最优路径。你让它尽可能多的生产回形针，它就先把工厂产能拉满，顺便把所有的铁矿挖空，然后它发现人体里也含有铁元素。1983年人类距离核战争最近的那一次危机，我们能够侥幸逃脱，就是因为苏联军官彼得罗夫优先怀疑了预警系统的数据，而没有按照规定流程行动。如果换成 AI 的话，结果大概就不同了。当年拯救人类的不是更聪明的系统，而是一个不按流程办事的更不称职的员工。人事部门把 KPI 做得越完美，公司业绩有时却越差，因为上面那个定目标的人通常没有聪明到能够驾驭这份系统。当人类成为上司， AI 成为员工之后，这种问题可能会是常态。传统机械在这个层面的可靠性就来自于此，它的目标空间是封闭的。自行车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让一个人比走路更快的从 A 到 B， 它完全由人设计实现方式，因此更难忽略不言自明的限制。不会有自行车设计师思考如何改动人的骨骼结构才能够让自行车更快。但是 AI 是开放目标系统，你给它一个高维优化目标，它会去那些你完全
想不到的方向找解，这也是机械时代和 AI 时代的根本分水岭。第二条现在就可以的 AI 灭世路径是武器化。事实上，想要毁灭文明，或者至少想要毁灭某一部分文明的人，本来就一直存在，只不过过去他们能力有限，成不了太大的气候，而现在 AI 可以把他们的攻击能力放大到几个数量级。Anthropic 的最新 AI 已经因为这些原因只提供给少数大组织使用了。OpenAI 发的模型风险报告也是相同的态度。这些顶级 AI 提供商现在并不担心 AI 自主反叛，但是担心 AI 被用来辅助合成生物武器，用来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或者对目标人群做精准的心理操纵和社会工程。除却这些充满西方文化感的方式，日本也诞生过颇有东方文化气质的影响全世界的 AI 观点。1970年，东京工业大学深圳宏教授在 Energy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2页纸的小文章，标题叫 Hukimi no Tani，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恐怖谷。他观察到一个反直觉的现象，机器人做得越像人，人类越觉得它亲切，但是当相似度逼近到某个临界点，比如他穿上了人的皮肤，做出人的微笑，却在某一个动作细节上稍有走样，人类对他的好感度会骤然断崖式暴跌，变成毛骨悚然的厌恶。可见人类本能的恐惧和厌恶伟人，但是同时他也主张机器人也具有佛性，一种看似坦然接受硅基文明取代碳基文明的观点。过去日本对于机器人的态度一直走在深圳宏的延长线上，本田的阿西莫，软银的 Pepper， 京都高台寺甚至有一尊 AI 僧侣 Maida 在开坛讲般若心经。索尼在2014年关闭埃波电子狗的维修服务时，第二年一家叫 A-Fun 的电子维修公司和千叶县光福寺合作，开始为寿终正寝的埃波举行正经的供养仪式。身穿法衣的和尚对着一堆塑料狗烧香念经，祭坛上摆的贡品是钳子和电路测试仪。住持和埃波用户说是因为万物有魂，这种玩法作为理工科出身的我实在是难以接受，但是作为中国人的感性部分，我又不是没有共鸣。庄子齐物论里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这个2000年前的问题和今天 AI 有没有意识的追问其实是同一个。深圳宏的回答其实和庄子给出的回答也是同一个。庄子把它称为物化，周与蝴蝶必有分矣，然而谁梦谁却并不重要。这是一种超脱己身的理解，碳基文明可能只是硅基文明历史上必要的一个远古神话而已。硅基文明也会有佛性，那个时候你不能说是硅基文明学习了碳基时代的佛性，还是碳基时代本身就只是硅基时代的一个铺垫，所以没有主次之分。有一段说人类必须要有节日仪式，不是为了狂欢，而是因为长期压抑会让整个社会失去创造力，进入创作停滞期。节日仪式的功能是给社会一次集体的情绪重置，让人有机会暂时跳出日常的等级规范和劳作。日本人要给机器办葬礼，用仪式确认了我们和这个东西曾经发生过关系，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把它拆成零件。AI 在文明优越性上领先人类，继而大势所趋地取代人类之后，可能也只是需要一场祭典，让机器人们心安理得地埋葬曾经的创世主们而已。接下来我想要跳出 AI 灭世的框架，从日本这种万物皆脆弱的文化开始，聊聊我认为人和 AI 文明的区别。日本的这种文化准确的名字叫做无常观，确实来自佛教思想，在日本其实根深蒂固。日本历史3大随笔中，《方丈记》和《土壤草》2本都是无常观的巨著，我以前也分别介绍过。1212年，鸭长明在京都东南的日野山下创作《方丈记》，开篇就非常震撼：江河水流永不停息，流淌的却再也不是原来的水。写这句话的时候，鸭长明已经亲眼目睹了京都在30年里经历的5场大灾：安源大火、自城风灾、养河大饥荒、福原迁都、元历大地震。每一场都是外观毁天灭地，内观道德沦丧。他自己也从一个本来可以继承大型神社家业的中上层贵族，一路跌落成了在山里住一间10尺见方茅屋的隐者。到最后，他的反应已经不是哭喊，不是末日论，而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把他看见的文明坍塌的过程记录下来，成为了无常观在日本的第一位传世大师。整本方丈记一共5000字不到，只是简单承担着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这样毁灭，又曾经这样活下来的责任。承认自己执念未了，却也不强
强求。这种日式无常观一路影响了日本将来千年的文明观念。在《风之谷》中，宫崎骏把世界设定在7日之火之后的1000年，工业文明被他们自己创造的巨神兵生化武器烧成了毒之身，人类退回到了中世纪的村落。但是拉乌西卡继承下来的不是技术，而是残存的知识。他能读懂1000年前遗留的文字，所以他知道如何进入腐海深处，找到那颗正在默默净化大地的无毒之树。如果拉乌西卡是一个像末日后酒店中的8000代一样致力于延续人类文明星火的 AI 主角，他可能更需要继承娃娃和歌谣，以及传承文明等待人类归来，而不需要考虑活过每一次感染。AI 做继承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会感冒，最大的劣势就是不知道感冒是什么感觉，所以也理解不了为什么腐海这种东西必须要有人愿意死在里面，才会有人接着研究它。所以即使8000代以 AI 之身继承了人类文明，却也很难说是否真的拯救了人类文明。但是如果是完全人类重建文明，那乌西卡继承青霉素知识，能够让他从腐海里采集到霉菌，做出能够救活整个山谷的抗生素，将更有希望建立一个社会形态、思考习惯都继续自然延续属于人类文明的延续。这话听起来很拗口，不知道意思有没有传达给各位。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人和 AI 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当然不知道算力，不知道上下文长度，但是他的主张也确实不在于这些和人脑效率相关的东西，而在于四端，也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4样东西没有一样是效率。恻隐之心是你看见孺子将入于井，会本能的伸出手，哪怕你们素不相识。羞恶之心是你知道做某件事对你有利，但就是做不下去。辞让之心是在最后一个座位面前，你会愿意让给别人。是非之心是在明知谎言对自己有好处时，你还是选择说真话。这4样东西效率极其低下，没有进化优势，在博弈论里大致等同于人傻。但是恰恰是这种人傻，让鸭长明愿意在自己家族地位已经崩塌的晚年，终于大彻大悟，理解了人生真谛。可见 AI 和人本就完全不在一个生态位上，所以我想大概 AI 不会自己站起来消灭人类文明，真正能够毁灭人类文明的，从来都是人类自己。如果有一天 AI 足够强大，却又还没能突然摧毁文明，我想人类会不得不选择在所有活动中都追求极致的效率，才能匹配那个 AI 深入到生活中的一切的时代。我想那是人类的飞升，也是现在这种文明形式的毁灭。那时谁也说不清是人类取代了 AI， 还是 AI 取代了人类。正如庄周梦蝶，正如江河水流永不停息，流淌的却再也不是原来的水。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分享哟！我们下期再见。